现在除了一些特殊的单机程式之外，如果应用程式没有联网功能，你可能都不好意思放出来给大家使用。但是程式和程式之间是如何透过网络互相交换讯息的呢？若是两个人要交换讯息，可以借由一个共同的机制，比方说一张纸条或一本书，把所要传递的资讯写在上面，再让另外一个人拿去读取。在同一台电脑上，若两个程式要交换讯息，我们可以假借档案系统，由一支程式将资料写到档案中，再由另外一支程式去读档案系统中的资讯。但是这样的通讯方式仅限于本机上的两支程式，所以若是位于网络两端的两支程式，要怎么样实现通讯资料呢？一般来说，网络程式的两端，我们通常一个称为 client， 一个通常称为 server。它们可能有各自不同的作业系统，例如 Windows 或 Mac。它们也有可能是不同的硬体装置，例如手机或者是平板。它们也有可能有不同的联网方式，例如光世代 ADSL 或者是手机的4G 网络。在这样异质的系统下，我们怎么样让双方的应用程式共同完成联系以及交换资料的工作呢？这就是一个大的难题了。因此在1983年的时候，美国伯克莱大学的研究者使用了当时的 Unix 作业系统，发展了一套函式库，以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的形式，让使用者可以方便的呼叫函式库，来撰写跨网路、跨程序的程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IPC。而在跨 Internet 的通讯程式上，使用 Berkeley Socket 已经是公认最基础的方法了。因此每一个作业系统中都会内建 Berkeley Socket 函式库，或者是它的延伸版本。以 Windows 来说， Windows 利用 Windows API 函式库中的 winsock2.h 函式库的标头档案，用来提供 Socket 服务，而 Linux 则是使用内建的 sys socket.h 这个标头档案来让你撰写 Socket 的程式。不过我们可能会使用其他语言来撰写网络程式，例如是 Python 或者是 Java。这些较高阶的程式语言通常会在程式语言的函式库中提供更高阶的 API， 让我们能够更方便的撰写网络的程式。不过这些高阶的 API 底层仍然会使用到我们刚所说的 Berkeley Socket。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最基本的 Socket Programming， 因此我们会限缩在使用最基本的 Berkeley Socket 函式库。而 Berkeley Socket 有18个基本的函式，我们只要学会其中的几个，就可以撰写最基本的网络程式了。今天我们要用 Python 来示范写 Socket 程式，如果你习惯使用其他程式语言也没有关系，不同的语言都具有一致性的 Berkeley Socket API， 你也可以在你的程式语言中找到一样的 Socket API。我会使用 Python 的 Jupyter Notebook 来展示如何使用 Berkeley Socket 来撰写 Client 跟 Server 的程式。如果你不熟悉 Python 的执行环境，可以先去看一下我写的一个 Python Execution Environment 的笔记，网址我会列在下面。尤其是 1.1.3 到 1.1.5 章节，这里面会记载了 Python 执行环境的安装、选择、建议事项以及 Jupyter Notebook 的示范教学。不熟悉的同学建议你看过笔记之后再回来看今天的节目，以确保你可以正确执行后面的范例程式。通常 Socket Programming 的对象是2个 processes， 它们通常处在不同的主机上，有各自的 IP， 并且两造双方会事先知道对方的 IP 位置。不过 Socket Programming 呢，它的设计原本是用来做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的，表示只要是跨 process 的通讯都可以使用 Socket Programming。所以实际上2个 processes 也不一定要在2台不同的机器上，它们也可以是同一台机器上的2个不同 process。我们为了教学方便，我们会让2个 process 在同一台机器上就可以了。但是以下的范例呢，你也可以在不同的机器上执行。在 IPv4 的规范里面，我们保留了 127.0.0.1 的这个 IP， 我们把这个 IP 称之为本机 localhost。 也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连接上 Internet， 你的作业系统里面都会有一个 127.0.0.1 的 IP 被绑在你的网路卡上面。因此你可以自由的撰写并执行起2个 processes 在你的电脑上，并且让他们使用 127.0.0.1 的 IP 来互相连接。我们在课堂上已经学过 process 在通讯之前呢，需要向 OS 注册一个 socket number， 或我们称之为 port number， 好让 OS 能唯一辨识回传的封包是要递送给哪一个 process 的。因此我们 client 跟 server 2支程式虽然都使用了 127.0.0.1，
这个 IP 的表示主机的位置，但是 client process 和 server process 我们在这里使用不同的 port number。在画面上你看到的是 Berkeley Socket 的 client 跟 server 的流程图，左方是 client， 右方是 server。这个流程图蛮重要的，你可以在 Google 上找到各式各样的版本，但是它们一定是按照这样的顺序。其中每一个方框在这里表示 client 跟 server 应该要执行某一个 Berkeley Socket API。要注意左侧是 client 使用的流程，右侧是 server 使用的流程，不要弄错了，它们的流程并不一样。首先我们先来看右边的 server， 因为 server 是服务方，所以 server 必须要先启动，会等在那边等 client 上门。server 的前4个步骤分别是 socket、bind、listen、accept。我们同时来看 Python 的 server code。在第一个 cell 里面，我们引入了 Python 语言的 socket library， 这个 library 是由 Python 程式提供的。在 cell 2里面，我们也引入了 Python 的另外一个 threading 函式库。这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撰写一个比较复杂的 multi-thread 程式，所以我们必须要引入这个函式库。如果你不需要使用 multi-thread 的功能的话，你可以不要引入这个函式库。在流程图上 ，server 的第一个步骤是首先开启一个 socket， 向作业系统注册一个新的 socket。因此，在 code 里面的 cell 3，我们开启了一个 socket S。S 是 socket 函式库 socket class 的一个 instance。在这里，我们要提供2个参数。第一个参数为 family， 我们填入的是 socket 函式库中的一个 constant 的值，叫做 socket.f_inet。这个 constant 值表示我们等一下要使用的是 Internet Protocol， 也就是 IP， 那使用的是第4版的。若是你拥有 IPv6 的 IP， 你想要撰写 IPv6 的 socket， 你在这边必须要使用 socket.af_inet6。第二个参数是 type。在这里，你要设定你的 transport layer 要使用是 TCP 还是 UDP。TCP 的话，则使用 socket.sock_stream 这个 constant。如果你要撰写 UDP 的程式，则你在这边必须要使用 socket.sock_dgram， 也就是 diagram 的意思。在开启 socket 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操作 S 这个变数了。在流程图上 ，server 的第2个步骤是 bind， 同样在 code 的 cell 4也是使用 socket S 进行 bind。函式 bind 有2个参数，一个是 server 自己的 IP， 一个是 server 自己所要使用的 port number。在本期的情况之下，我们的 IP 可以使用刚刚说过的 127.0.0.1。当然，如果你知道你电脑所使用的 IP， 你可以在这里填入你的 IP 位置。第2个参数是你所选用的 TCP 的 port number。在 TCP 的标准里面 ，TCP port 有16个 bit。所以你可以选用一个介于0到2的16次方减1，也就是65535之间的整数。要注意，如果这个 S 已经曾经被 bind 过了，就不能再被 bind 一次了。或者是你选用的 port number 已经被别的 process 所用过了，你也不能够 bind 别人的 port number。因为 port number 是 OS 唯一能够辨识 socket 的数字，建议你会使用一个1024以上的整数。因为1024以下的整数在作业系统中或许有其他 process 可能已经占用了。在这个范例中，我们使用999作为 server 的 port number。在流程图上，第3个步骤是 listen。同样的，在 code 的 cell 5里面，也是这个 socket 进行 s.listen 的函式。listen 函式表示此时 server 的程式已经可以开始接听对方的通讯了。listen 函式有一个参数称为 backlog， 这个正整数表示作业系统允许多少未被接受的连线进到这个 socket。若没有指定的话，作业系统会指派一个合理的数字。我们在这里没有理由的设定为5。至此 ，server 的前3步骤已经做完了。我们先来看一下 client 的 code，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server 后续的步骤。在流程图上 ，client 的第1个步骤是 cell 2， 也就是开启 socket S。但是在流程图上 ，client 的第2个步骤跟 server 的第2个步骤不相同。client 的第2个步骤是 connect， 在 client 上 socket.connect 需要2个参数。分别是想要连线的 server 的 IP 以及 server 的 port number。这2个值可以唯一辨认 server 的 process 所在的位置。connect 之后 ，client 会主动发送第1个 TCP SYN 的封包给 server 要求连线。还记得吗？这时 server 刚执行完 listen， 正等着 client 来联系它呢。我们回到 server， 暂时先跳过 cell 6，我们先看 server 的最后一个 cell。这里有一个无穷回圈，这个无穷回圈可以让 server不断的处于 listen 的状态，并且在这无穷回圈中试图不断的 accept
client 刚刚送过来的 connect 连接请求。此时双方的作业系统会继续完成 TCP 的 three handshaking。在 accept 之后 server 会得到2个 return values， 分别对应 client 的 socket 以及 client 的 IP 资讯。若 server 想要对这个 client 通讯，就使用 client socket 这个变数就可以了。至于 s 这个 socket variable 会持续的进行 listen 跟 accept 其他 client 的连线。在这里我们利用 Python 的 multi-thread 函式库，让每一个被接受的 client socket 拥有自己的一个新的 thread 来去处理后续的通讯。我们会让 main thread 可以继续无穷的回圈下去。这个设计会比较方便，并且让 server 可以同时服务更多的 client。如果我们让 server 的 main thread 同时又要服务 client socket 又要 listen 和 accept 的话，那么很容易发生我们称之为 blocking 的状况，也就是 server 可能会忙着执行 accept 的函式，而无法操作 client socket 同时进行 client 的通讯，这样子通讯的效率会变得比较低。code 最后一行的 threading 的 thread 的 start 函式表示我们要兴起一个 thread， 并且我们会由 target 指定的函式开始执行，并引入 argues 参数。所以一旦执行 start 之后呢， main thread 会继续回去无穷回圈的等待下一个 accept， 而新的 thread 呢会带着 client socket 跟 address 这2个参数去执行 serve client 的这个函式，也就是我们刚刚跳过的 cell 6。只是在流程图中，两边的 client 跟 server 都分别已经完成了上半部的连接部分，可以开始进入下半部的 send 跟 receive 流程了。对于 server 而言 ，receive RECV 表示 client 上传资料给 server， 也就是红色的方向；而 server 的 send 表示 client 从 server 下载资料，也就是蓝色的方向。相同的，如果我们以 client 为基准，对于 client 而言 ，send 表示上传资料给 server， 也就是红色的方向；而 client receive 则表示 client 接收了 server 传过来的资料，也就是蓝色的方向。这有一点绕口，但是如果你弄清楚对象，还有 send 跟 receive 这2个函式的话，你对理解这边的 code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假设 client 先送资料给 server 好了，所以 client code 的 cell 4里面有一个无穷的回圈，表示 client 有无数次的 send 跟 receive 要执行。首先 client 在这边执行了 s.send， 并把一小段 message request 这6个 byte 的字送过去给 server。在这里 request 前面的那个小 b 是 Python 的特殊用法，表示要以 bytes 的形式储存 request 这个字，这个在其他的程式语言里面可能没有这样的用法。在呼叫完 s 的 send 之后呢，作业系统就会开始制作 TCP/IP 的封包，里面承载这6个 byte 的资料，并且经由网路送到 server 上。之后我们让 client 执行的 s 的 receive 这个函式，这个函式会等待 server 的回应，并且开启一个长度为1024的暂存区，等着接收 server 回传的讯息。这边程式会有一个等待的状况，所以 client 会暂时的卡在这里，你的程式会好像宕机一样，不过这个是正常的。若是你的 client 这边有其他的事情要做的话，而不只是单纯的等待 server 的回应的话，你也可以尝试把 client 的 send 跟 receive 写成一个 non-blocking 的 thread 形式，就如同我们在 server 那边做的一样。我们回来看 server 的 cell 6，这是 server 在接受 client 的连线后新起的 thread 会执行的 function。serve client 这个函式呢，也是一个无穷回圈，用来实现多次的传送跟接收。一开始 server 会呼叫 receive， 等 client 丢第一个 message 过来，同样 server 也会卡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在 main thread 里面做 receive 的动作。如果 main thread 会卡在这里的话， server 就没有办法再进行其他的 accept 了。当 client 送第一个 request 的 message 过来之后呢， receive 的函式会把这个资料放在 receive 的 return 变数 data 当中。确实你可以针对 data 做任何你想要的操作，在范例中我们只是简单的把 data 列印出来。如果 data 不是空字串的话，我们马上利用 client socket 把另外一个 message response 这8个 byte 送回去给 client， 并且持续的进行接收跟传送的无穷回圈。在这里我们设计一个简单的通讯终止条件，若 client 主动送了一个 close 的字串过来，那我们的 server 就会把这个 client socket 关闭起来，也就是双方会开始进行 TCP 的 fin/act 的结束动作。自此这个 client socket 以及这个 thread 就会结束了。要值得注意的是 main thread 还在 cell 7里面被无穷回圈的执行，它的 main thread 是不会结束的。
因此，这个 AdSocket 可以继续等待下一个进来的 client。我们回来看看 Client Code 的最后一部分，在 Sales 里面 ，Client 会收到 Server 送过来的 Response Message。在范例中，我们也只是简单的把 data 印出来而已，稍后也就直接送出第二个 Message Close， 并且离开这个无穷回圈。然后我们执行 S 的 Close Function 来进行 TCP 的 FIN、FIN-ACK 流程。由于 Server 有一个无穷回圈，所以 Server Process 不会被关闭，因此你可以重复的开启很多个 Client 去连接这个 Server， 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范例在 Message 交换上相当简单，只有3个 Request、Response 跟 Close 3个 Messages 而已，而且也没有设计多次的讯息往来的流程。你可以试想，如果这里是 HTTP 或是 SMTP 的 Message 的流程交换，你应该可以设计自己的一个新的 Layer 7的 Protocol， 并且里面拥有多个讯息的交换。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怎么写这样的 Socket 程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谢谢你的收看，下次再见。